同学聚会上，大家打趣谁毕业后混得最惨，所有人却都看向了我。毕竟其他人最次的也开着20万的国产电车，只有我骑着一辆肉包铁的破摩托。眼看我被当众贬低，女友不仅不维护我，反倒任由追求她的班长砸了我的摩托，转身坐进了他的宝马副驾。一辆破摩托，看把你给心疼的，开个价吧，你女人和那辆破车我都要了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笑话，可我却不怒反笑，从包里拿出 POS 机，直接递给对方。老板大气，我这摩托也就区200万，你看刷卡还是转账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不知道是谁先忍不住笑出了声，紧接着整个包厢都炸开了锅。200万，顾宇，你穷疯了吧？还是最近小说看多了？就是你这破摩托，轮胎是金子做的，还是头盔是金子做的啊？笑死我了，真是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啊！江大校花，你男友也太逗了！一片嘲讽声中，姜丽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语气里满是嫌弃和抱怨。顾宇，你能不能少说2句，嫌不够丢人吗？你那辆破摩托都骑多少年了，早就该报废了，能卖个废铁价就不错了。我每天坐你的破摩托，风吹日晒的，你知道我有多丢人吗？我看着姜丽，这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女人，此刻却站在别人那边，帮着外人贬低我，心里一阵冷笑。也是，平时她最讨厌这种同学聚会，嫌浪费时间，今天却反常的起了个大早，又是化妆，又是挑衣服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我还以为她转性了呢。原来是早就钓上了王浩这个老班长，有了大款撑腰啊！不过他姜丽虽然心眼多，却没眼界。我这辆摩托是早就停产的杜卡迪 Desmoside R 限量款，全球也只有1500台，而且还是意大利顶级工匠纯手工打造，连碳纤维板上都刻着大师的签名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价无市。当初我担心姜丽会因此觉得和我有距离，才忽悠她说这是几千块淘的二手货。可我没想到，她心里竟然一直都觉得和我在一起丢脸。这时，王浩也得意洋洋地开了口：“顾宇，我记得你当初读书的时候，成绩不是还挺好的吗？怎么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？混了这么多年，还骑着个破摩托，该不会天天在客运站门口开摩的拉客吧？”说完，他故意炫耀似的拍了拍自己的宝马车钥匙。哎，对了，最近我刚接了个大项目，正缺个司机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考虑来给我开车？哦，我忘了，你好像还不会开车，只会骑摩托，哈哈。王浩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我看了却只想笑。这家伙当年转校过来，风头全被我抢了，样样不如我，就因为这点破事，记恨了我这么多年。现在稍微有了点起色，就迫不及待的要开同学聚会，拼了命的在我面前装逼。不过他那辆所谓的宝马，也就骗这些傻子了，不过是个老款的宝马一系，落地撑死也就10来20万，车龄估计都快赶上我上小学的外甥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还不如我这辆摩托的一个车轮值钱。见我一直不说话，姜丽却以为我是怂了，顿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语气里带着施舍：“顾宇，见好就收吧，王浩的人脉你惹不起的，他真想搞你，能让你一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听我的，赶紧跟王浩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不然我们也只能分手了。”我看着姜丽自以为是的嘴脸，简直要被她气笑了。
本来我压根就不想来这个破聚会，是他硬拉着我来的。现在倒好，王浩砸了我的车，他不仅不帮我，还反过来让我道歉。明明是对别人心有所属，还口口声声说是为我好，真当我是傻子吗？眼看我沉默不语，姜丽还以为拿捏了我，洋洋得意道：“行了，知道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就行了。赔你车这事就这么算了。看在你照顾我这么多年份上，我不会让你当众丢脸，起码名义上我还是你女友。不过今晚我不回家了，你自己。”不等姜丽说完，我便直接打断她，冷笑道：“你想和别人在一起，何必这么麻烦？我们分手就是了。”闻言，姜丽整个人都僵住了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死死地盯着我，那表情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不是分手，而是世界末日一样。不过也是，他估计做梦都想不到，一向对他百依百顺、言听计从的我，竟然会主动提出分手，还是在这种场合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。足足愣了好几秒，姜丽才反应过来，脸色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尖叫道：“顾宇，你疯了吧？你跟我说分手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分手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骑个破摩托，连辆车都买不起，你装什么大款啊？”他指着我的鼻子，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。要不是我可怜你，看你长得还算顺眼，你以为我会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？你除了每天开着你那辆鬼火摩托到处飙车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一时间，周围的人也跟着起哄，一个个脸上都挂着嘲讽的笑容，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姜丽可是我们班的班花，追她的人都能从这里排到法国了。你顾宇算个屁啊！还200万的摩托，我看他是穷疯了，想钱想疯了吧？浑身上下就剩一张嘴硬了，真可怜。听着这些刺耳的议论，我心里一阵冷笑，到底是谁高攀谁啊？真以为我顾宇是吃素的？我可是职业赛车手，只不过摩托赛车这行当风险太大了，稍有不慎就是车毁人亡。我怕姜丽担心，才一直瞒着她，没告诉她真相。这几年，我大大小小的奖项拿了不少，光是奖金就够买好几辆王浩那样的破宝马了。随便一场比赛的奖金，就顶他辛辛苦苦工作2年。而且，当初姜丽还是个贫困生，连教材都买不起。有一次，他偷了班费，差点被学校开除。是我替他扛了下来，还了钱，还一直默默地资助他，供他读书。要不是我，他姜丽压根都没资格参加这场同学聚会。现在他竟然为了一个开着破宝马的王浩，斥责我没出息，真是可笑至极。闻言，王浩得意洋洋地走了过来，搂住姜丽的腰，挑衅地看着我：“哎，姜丽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心太软，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，你还替他考虑什么？感情又不能当饭吃，出了社会就是这么残酷。”他转过头，对着姜丽温柔地说道：“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王浩的女人，谁敢反对？”说完，还故意示威似的瞪了我一眼。包厢里顿时响起一片起哄声：“班长威武，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姜丽，你可算找到好归宿了，以后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学啊！”我冷笑着看着王浩，心里一阵恶心。我是烂泥，那他王浩算什么？呕吐物吗？当年他追了姜丽那么久，姜丽都没答应，不就是因为他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吗？抽烟、喝酒、赌博、纹身、蹦迪，他王浩哪一样没沾？临近毕业的时候，他还因为在酒吧给女生灌酒，试图迷晕人家，留了案底。这种人渣，连正经公司都不要他，
要不是他家里有点臭钱，他现在还在街上当混混呢。见我一直低着头不说话，王浩以为我怕了，更加嚣张起来。他从手腕上摘下一块手表，随手扔到我面前，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出去了。别说我王浩欺负你，这表可是百达翡丽的，赏你了，赶紧滚吧，够你买10辆你那破摩托了。他那副施舍的嘴脸让我觉得无比恶心。我低着头没有动，姜丽却以为我是舍不得他，还爱着他，离不开他。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，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说道：“顾宇，见好就收吧，这表够贵重了。今天哪怕就是你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可能和你复合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”他那副洋洋得意的样子让我觉得无比可笑。我抬起头，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舍不得你。”我指着地上的手表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我是说，这表是假的，几10块钱的电子垃圾。别说我了，收破烂的都懒得要。”我这话一出，包厢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落针可闻。王浩更是眼神闪烁不定，一会儿看看我，一会儿看看地上的手表，明显有些心虚。他估计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当众拆穿他，毕竟在他看来，我这种穷鬼哪有机会接触到什么百达翡丽。姜丽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，尖酸刻薄道：“顾宇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？连块手表都没见过，就敢在这胡说八道？你知道百达翡丽是什么吗？你知道这块表值多少钱吗？你就敢说是假的？”他一脸鄙夷，语气里充满了嘲讽。平时连块电子表都带不起，现在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没见过世面就别出来丢人现眼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死要面子活受罪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。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真是让人作呕，我简直无语了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姜丽竟然这么拜金，这么虚荣？我冷笑一声，懒得跟他解释。赞助商之前送了我一块百达翡丽的限量款，比王浩这块假表不知道要贵重多少倍。我不戴，纯粹是因为用不上。我是职业竞速赛车手，争分夺秒，时间要精准到小数点后3位，普通手表根本达不到这种精度，对我来说就是个累赘。王浩这块表机芯走时不准，表盘粗糙，表带廉价，连高仿都算不上，一眼假的东西也就骗骗姜丽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女人。她买这块假表无非就是想在同学面前装逼，显摆一下自己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了。见我没说话，王浩以为我被姜丽说中了，更加得意起来。他清了清嗓子，装模作样的附和道：“就是，姜丽说的对，有些人啊，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自己买不起，就说别人的东西是假的，真是可笑。”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让我觉得一阵恶心，我连跟他争辩的兴趣都没有了。跟这种人多说一句话，我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。我转身就想走，这破饭局不吃也罢。先生，这位客人只替别人付了钱，请您自己买下单。一个服务员突然拦住了我的去路，他面带微笑，语气却不容置疑。王浩见状，立马来了精神，他得意洋洋地走到我面前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哎呀，顾宇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吃饭不给钱，想吃霸王餐啊？今天这顿饭我请了所有人，就是没请你。以后没钱就别来这种地方，丢人现眼。”他那副嘴脸真是让人恨不得一拳打过去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黑色卡片，刷卡。服务员接过卡，看了一眼，顿时愣住了。这是黑卡，是盛世集团大小街苏清晚专属定制的，一共也就只制作了10张。
发给了苏小姐的朋友。闻言，周围的人也都被这一幕吸引了，纷纷围了上来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，想看看我到底掏出了什么东西。王浩看了一眼，更是直接凑了过来，一把夺过我手中的黑卡，突然大笑起来，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顾宇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你拿张假卡来这里装什么逼啊？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？下一刻，他啪的一声将黑卡折成2半，扔在地上。这卡只有苏小姐只送给过最亲近的朋友，就算有再多钱也拿不到。你顾宇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拥有这种卡？我告诉你，伪造这种级别的卡可是犯罪，你等着坐牢吧。他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，真是让人恶心。姜丽也跟着帮腔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顾宇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！穷就算了，还学人家造假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我真是瞎了眼，竟然会看上你这种人！保安呢？快把他抓起来，报警！这种人就该送进监狱。”他那副泼妇骂街的样子，让我彻底对他死了心。眼看事情就要闹大，影响营业，服务员连忙上前劝阻：“各位，请冷静一下，我们苏小姐今天正好在店里用餐，是真是假，一问便知，没必要报警。”王浩一听，更加得意了，他冷笑着看着我，说道：“顾宇，你今天死定了！等苏小姐过来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！敢在我王浩面前装逼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下好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！”他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仿佛已经看到我被警察抓走的画面了。没过多久，服务员就带着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过来。女子身材高挑，气质出众，一身名牌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正是盛世集团的大小姐苏清婉。是谁在我苏家的地盘闹事？王浩一看到苏清婉，立马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容，点头哈腰地迎了上去：“苏小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您，都是这小子，竟然敢伪造您的黑卡，在这里招摇撞骗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您一定要好好惩罚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规矩。”他恶人先告状，颠倒黑白，把我说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。可苏清婉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轻轻的一拳捶在我的胸口，笑骂道：“顾宇，你来了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，不把我当朋友是不是？”苏清婉话音刚落，周围瞬间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一个个张大了嘴巴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我没听错吧？苏小姐居然跟顾宇认识，而且看样子还这么熟络，这怎么可能？顾宇这小子不是个穷鬼吗？怎么会认识苏清婉这种级别的大人物？这反转也太大了吧！我的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了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脸上写满了震惊和疑惑。王浩更是直接石化在了原地，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动弹不得。前一秒他还得意洋洋，以为胜券在握，下一秒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姜丽也傻眼了，她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一直瞧不起的顾宇，竟然会认识苏清婉，而且看样子两人的关系还很不一般。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看着苏清婉，无奈地耸了耸肩：“谁敢告诉你啊？你每次喝酒跟喝水似的，我可不想被你灌趴下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继续吐槽：“哦，对了，我车还被砸了呢，等会儿你可得送我回去。”苏清婉一听，眉头瞬间竖了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谁敢砸你的车？活腻歪了？”他身上那股上位者的气势瞬间爆发出来，
周围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几度。我指了指还处于呆滞状态的王浩和姜丽，简单的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苏清婉听完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她转过头，冷冷地盯着王浩：“就是你砸了我朋友的车。”她的声音冰冷刺骨，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。王浩被他盯得浑身一颤，这才回过神来，他连忙摆手，结结巴巴地解释道：“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苏小姐，我不知道他是您朋友，我是看他那车太破了，配不上他，这才想给他换辆新的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双手递到苏清婉面前：“这里面有40万，算是我赔给顾先生的。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算了？”他点头哈腰，一脸谄媚，哪还有半点刚才的嚣张气焰。苏清婉冷笑一声，看都没看那张银行卡一眼，他直接伸手一把将银行卡夺过来，咔嚓一声折成2半。40万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苏清婉把断成2截的银行卡扔在王浩脸上，语气轻蔑：“顾宇这辆摩托车是全球限量版的，光是造价就几百万，再加上它的收藏价值，你至少得赔400万。”苏清婉话音一落，周围又炸了。400万？我没听错吧？比顾宇刚才说的还多1倍。这摩托车镶金边了啊，这么贵！我的天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比刚才还要震惊100倍。每个人都像是被塞了个鸡蛋在嘴里，合不拢嘴。我心里却翻了个白眼，这帮人真是没见过世面。400万很多吗？刚才我是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我本来只想让他赔个原价，200万了事。毕竟大家都是同学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。谁知道这王浩给脸不要脸，非要往死里做。现在好了，400万1分都不能少。王浩的脸直接绿了。不是，苏小姐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400万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一辆摩托车而已，怎么可能值400万？您别吓唬我啊！他结结巴巴的，声音都开始发颤，显然是不相信。苏清婉眉头一皱，精致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。怎么？他冷冷地瞥了王浩一眼。你的意思是我在敲诈你？苏清婉的声音不大，但语气里的冰冷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几分。他双手抱胸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眼神锐利如刀。我苏清婉，盛世集团的大小姐，会稀罕你那点臭钱？王浩被他这气势吓得一哆嗦，冷汗唰的一下就下来了。不，苏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慌忙摆手，恨不得给自己2个大嘴巴子。我只是觉得400万1辆摩托车实在太匪夷所思了，这说出去也没人信啊。您要是有什么收据之类的，我肯定赔。王浩硬着头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，觉得苏清婉可能是在吓唬他。毕竟400万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我却冷笑一声：收据当然有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点开相册，找到一张照片，递到王浩面前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购买时的收据，还有车辆的各种证明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王浩颤抖着手接过手机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。当他看清上面的数字时，整个人都傻了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，变得惨白如纸，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怎么可能？他喃喃自语，眼神涣散，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。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
心里没有一丝同情。怎么不可能？我冷冷地反问道。刚才不是还吹嘘自己刚谈了个大项目，提了辆宝马吗？怎么现在连400万都拿不出来了？我故意把大项目和宝马几个字咬得很重，充满了嘲讽的意味。王浩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支支吾吾了半天，终于憋出了一句话：那车是我租的，项目也是假的，我那块表也是高仿的。他低下头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几乎听不见，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，彻底没了气焰。啪！还没等王浩说完，姜丽直接一个耳光扇了过去，清脆的响声在包厢里回荡。王浩，你这个骗子！姜丽的声音尖锐刺耳，带着浓浓的愤怒和失望。她指着王浩的鼻子，破口大骂：你竟然一直都在骗我，亏我还那么相信你，你真是太让我恶心了。她气得浑身发抖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而姜丽这一巴掌直接把王浩给打懵了，他捂着脸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姜丽：你打我！姜丽像是被点燃的炸药桶，彻底爆发了。打你，我还想杀了你！她指着王浩的鼻子，声音都变了调：王浩，你个王八蛋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拒绝了多少追求者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跟我爸妈吵了多少次架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连我最好的闺蜜都跟我翻脸了？结果呢？你他妈的就是这么对我的！你开着租来的破车，带着假表，拿着假的项目来骗我，你把我当傻子耍吗？姜丽越说越激动，眼泪鼻涕一大把，整个人都快崩溃了。王浩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也恼羞成怒了。他一把甩开姜丽的手，大声吼道：姜丽，你他妈的别给脸不要脸！老子骗你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你拜金？你要是不拜金，老子用得着骗你吗？一天到晚就知道要包包，要化妆品，要这样呢。老子要是不装成有钱人，你能看上我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天仙了。脱了衣服还不是一样？王浩撕破了脸皮，什么难听的话都往外冒，周围的人都惊呆了。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王浩竟然是这种人，我心里一阵烦躁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，跟两只疯狗一样在这儿乱咬，真是晦气。我转头看向苏清婉，清婉，让他们都滚蛋，吵死了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一脸不耐烦。苏清婉点了点头，好。她上前一步，冷冷地扫了王浩和姜丽一眼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苏清婉的声音不大，但气场十足。王浩和姜丽都被他这气势给镇住了，一时之间竟然忘了吵架。其他人更是不敢吭声，一个个都低着头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只有姜丽还死死地盯着我，她不甘心地说道：顾宇，你别想就这么算了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明明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还要装穷？你是不是故意看我笑话？他像是疯了一样，冲着我大喊大叫，我简直无语了。这女人脑子有病吧？我有什么义务要告诉她我有多少钱？苏清婉的脸色沉了下来。这位小姐，请你搞清楚状况，让你滚就滚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姜丽被苏清婉对得哑口无言，她咬了咬牙，又把矛头指向了苏清婉：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滚？我是顾宇的女朋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姜丽试图用女朋友的身份来压苏清婉。苏清婉冷笑一声：女朋友？她挑了挑眉，语气中充满了嘲讽。我刚才可是听服务员说了，你们俩当众分的手，怎么这么快就忘了？还是说你得了失忆症？苏清婉的话像是一把刀子，狠狠地插在了姜丽的心上。
姜丽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张了张嘴想反驳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无话可说。是啊，他已经跟顾宇分手了，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现在再说什么女朋友，简直就是自取其辱。可他还是不甘心，他不甘心就这样被苏清婉踩在脚下。就算分手了又怎么样？他强撑着说道。那也轮不到你来管。苏清婉笑了，笑得神秘莫测。他缓缓走到我身边，挽住了我的胳膊，然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他踮起脚尖，在我的脸上轻轻地亲了一下。随后他看着姜丽，挑衅地问道：那现在呢？我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苏清婉亲了我，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甚至能感觉到脸上残留的柔软触感，还有淡淡的香水味。我下意识地看向姜丽，只见她瞪大了眼睛，死死地盯着我和苏清婉，眼眶迅速泛红，紧接着大颗大颗的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，啪嗒啪嗒往下掉。她嘴唇颤抖着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最后她猛地一跺脚，捂着脸转身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哭，那叫一个撕心裂肺。呜，顾宇，你混蛋！呜，那哭声简直是闻者伤心，见者落泪。不过我可没心思同情他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。我转过头看着身边的苏清婉，她倒是淡定得很，还冲我眨了眨眼，一副怎么样，我厉害吧的表情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清婉，谢谢你帮我解围，我由衷地说道。要不是他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。不过我顿了顿，有些尴尬地说道：要是让那些世家公子知道你亲我，他们还不得心疼死啊？我开了个玩笑，试图缓解一下这诡异的气氛。苏清婉却轻笑一声：谁说我是假的了？他凑近我，语气暧昧地说道：我可没说，我是演戏哦。我不由一愣：你认真的？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也太突然了吧。苏清婉是谁？盛世集团的大小姐，要钱有钱，要颜有颜，追求者能从这里排到法国，怎么会看上我？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太帅了？苏清婉看着我一脸震惊的模样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怎么，不行吗？她挑了挑眉，反问道：你这么帅，又有才，还这么有钱，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你？她理直气壮地说着，我却还是有点懵，这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吧。苏清婉见我愣在那里，也不再逗我了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看把你吓得，真好玩。走吧，上去喝一杯。她拉着我的胳膊就往楼上走，我稀里糊涂地跟着她上了楼，进了包厢。我们俩坐在沙发上，苏清婉给我倒了杯酒，来庆祝一下。她举起酒杯，笑着说道。我也举起酒杯，跟她碰了一下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我已经有点晕乎乎的了。苏清婉倒是还清醒得很，她看着我，突然说道：顾宇，你今天很帅。我嘿嘿一笑，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苏清婉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，直到酒足饭饱，她起身走到门口，小李，进来一下。她对着门外喊了一声，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走了进来。大小姐，你有什么吩咐？苏清婉指了指我，说道：送顾先生回家，他喝多了，你小心点。是，大小姐。小李连忙点头，我却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能回去。我挣扎着站起来，苏清婉却按住我的肩膀，别逞强了，乖乖听话，让小李送你。她温柔地说道。我拗不过他，只好乖乖地坐下。小李扶着我走出了包厢，一路把我送回了家。到了家门口，我掏出钥匙打开了门，刚一进门我就愣住了，因为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人，正是姜丽。她眼睛红肿，
显然是哭过了。我眉头一皱，酒意瞬间醒了大半。这女人还有脸回来？江丽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冷冷地问道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请你立刻离开我家。语气冰冷，不带一丝感情。江丽却像是没听见似的，红着眼睛盯着我。顾宇，那个女人是谁？她声音颤抖，带着哭腔。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？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跟她勾搭在一起了？她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砸过来，我简直无语了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江丽，你有必要问这些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跟谁在一起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懒得跟他解释，江丽却不依不饶。顾宇，你别想骗我，你是不是早就想跟我分手了，所以才故意找那个女人来气我？你是不是早就喜欢上她了？她的声音尖锐刺耳，让我心烦意乱。江丽，你够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，我真的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瓜葛。江丽却突然扑了过来，一把抱住我的胳膊。顾宇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不相信你，不该怀疑你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他紧紧地抱着我，生怕我跑了似的。顾宇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之前都是为了你好，才想让你去结交那些人脉的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，你相信我。顾宇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他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充满了期待。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没有一丝波动，只觉得可笑。江丽，你省省吧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不可能再回去了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我毫不留情地推开他，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请你立刻离开我家。江丽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顾宇，你真的这么绝情吗？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江丽的眼泪再次涌了出来，她绝望地看着我，似乎还想说什么。我直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把她隔绝在了门外。我长出了一口气，总算是清静了。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没想到第二天我竟然上了热搜。井号顾宇劈腿，井号盛世集团大小姐苏清婉疑似插足他人感情，井号摩托车屌丝脚踏两只船，井号。一时间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铺天盖地而来。我点进去一看，发现是江丽发的帖子。她在帖子里声泪俱下地控诉我，说我跟她恋爱期间就跟苏清婉不清不楚，说我为了攀附权贵不惜抛弃她这个糟糠之妻，还说苏清婉是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。她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渣男抛弃的可怜女人形象，而我和苏清婉则成了人人喊打的狗男女。帖子下面评论区已经炸开了锅。卧槽，这男的也太渣了吧！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心疼小姐姐，遇到这种渣男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抵制渣男，抵制小三。盛世集团的大小姐居然是小三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这男的开个破摩托车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还不是靠女人上位？这对狗男女真是恶心到家了。各种恶毒的评论看得我头皮发麻。我真是没想到江丽竟然会这么恶毒，为了报复我，不惜颠倒黑白，污蔑我和苏清婉。我气得浑身发抖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立刻联系了律师，准备起诉江丽诽谤。就在我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，江丽却主动找上门来了。顾宇，你看到网上的帖子了吗？她得意洋洋地看着我。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？我告诉你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如果你不想身败名裂，就给我1000万，否则我就继续爆料，让你和那个女人永无宁日。我看着她这副丑恶的嘴脸，
只觉得一阵恶心。姜丽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不过，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下一刻，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录出了正在直播的画面。各位网友，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前女友姜丽，她刚刚向我敲诈勒索100万，否则就要在网上造谣污蔑我。我已经报警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我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直播间里，姜丽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竟然在直播。顾宇，你竟然……她惊恐地指着我，话都说不完整了。直播间里，网友们瞬间炸开了锅。卧槽，这女人也太恶毒了吧！敲诈勒索，这可是犯罪啊！支持报警，把这种女人送进监狱。真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前一秒还在网上装可怜，后一秒就来敲诈勒索，真是太不要脸了！这反转也太快了吧！一时间，网友们的评论像潮水一样涌来。姜丽彻底慌了，她扑过来想抢我的手机。顾宇，你关掉直播，快关掉！她尖叫着，我一把推开她。姜丽，你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，我已经将她敲诈勒索的证据全部都录了下来，她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。很快，警察就赶到现场，带走了姜丽，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而我在直播间里向网友们澄清了事实，虽然我的名誉总算是保住了，但是苏清婉的名誉却还是受到了损害。我心里很过意不去，决定去找她道歉。我驱车来到了苏清婉的别墅，一见到她，我便开门见山道：清婉，对不起，这次的事情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困扰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可苏清婉却笑了笑：顾宇，你不用跟我道歉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，是那个女人太恶毒了。她安慰着我，而我看着她，心里更加愧疚了。清婉，谢谢你，你不仅帮我解围，还一直维护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我有些语无伦次。苏清婉看着我，却突然笑了。顾宇，你真的想感谢我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当然。苏清婉突然说道：那好，我们订婚吧。我顿时愣住了。苏清婉却笑着说道：顾宇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从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，我不想再等了，我们订婚吧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坚定而温柔。我看着他，感受着心中涌动的情绪，不由会心一笑。好，那你可不许反悔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